怎么了？保养一下。哎，我媳妇买的机油，但是我不知道，你来转一下，什么问题？哦，你自己拿机油呗？对。自己拿机油的话，给你50块钱工费，就是机油机滤空滤呗。行，OK， 开上了。走。机油在后备箱是吧？对，东西都在后边。拿出来吧。1.5T。磁护。多少钱买的？你自己在网上啊？对。机油机滤，机油是个220，机油是个磁护专享的，然后滤芯是30，也就是250。可以。机油咋样？还行，对你这车完全够用了。行。全合成的5W-40磁护，完全够用了。我这个车打方向，我听着左前那边在咕噜咕噜的，在打方向的时候。左前咕噜咕噜响。对。你先打着车，我听一下大概的。现在目前听着大概的一个问题就是，它打的时候这个减震的顶胶摩擦的那个声音，有可能就是减震顶胶问题。那你现在意思是你听出来了是吧？对，确定是这个问题是吧？应该是，我现在不敢太确定，但是具体得上架子拆。现在你具体上架子看一下这个车是吧？对。行，那你到时候先确定一下，这到底是那个左边还是右边的问题。现在老响，现在搞得我也心烦。到时候我车先放你这儿，我在隔壁村子住呢，我对面的。然后到时候你先上架子看吧，看完之后，到时候确定是哪边响，你得先确定好哪边响。到时候你给我说一声，到时候咱俩微信联系一下。到时候你要换架或者干啥的时候，你给我说一声，我过来看一下，好吧？行，好吧。我下午可能也有事儿，行，我要出去一趟的。行，那我就上架子开始弄。有啥事到时候电话联系，好吧？可以，行，现在这个是一个17年的荣威 RX5 1.5T 排量，现在大概是什么问题啊？目前跑了是7万多公里，刚才看了一下表，他是过来保养一下机油机滤，自己带的东西啊，他自己在网上买的，用的是一个磁护，对这车也完全没问题。过来之后，然后就是一个手工费嘛。它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什么？一个打方向嗡嗡响，但是现在具体不知道哪个呢。初步怀疑是这个减震的压力轴承。然后现在咱们就上架子拆解一下，看看压力轴承到底有没有问题。看一下它这个减震跟这个上面转动的时候，来回打幅度稍微大一点。它来回转动的时候，跟上面减震底座这里，就这个大盘这里在转动。现在就是这个大盘这块发出来的吭，它是不是特别顺畅？就是吭磨的那种，所以说它会发出来噪音。在这上面不太明显啊，因为它已经腾空了，不吃力了。好 ，OK。现在它这个压力轴承啊，是一个大牌的。咱现在升起来，把轮胎拆掉以后，从底下往上看，它那牌非常大，就是一个圆牌。估计就是按我比划的吧，有的压力轴承是小的呀，就这么小，明白吧？就这么小，这个非常大。所以说现在判断这个问题到底是不是它响，直接给配件的打个电话，它那个压力轴承是不是一个大盘的？圆形的，是不是比平常的那种大？如果是的话，那基本上就是这个压力轴承了。所以说，咱先把配件问好了，问题诊断清楚了之后，直接给车主打个电话，把价钱一报，先看一下配件，因为我刚才就已经跟配件问了，他让我把车价发过去，我刚给他发过去，还没回话呢。现在咱们再确定一下。喂，那个压力轴承就是这个荣威 RX5 的压力轴承，是不是一个大圆圈啊？那个轴承咋了？黑大的嘛？
是不是特别大的？不是那种小的？对，很大的。有的那个比手镯还大，我给你发个照片吧。对你发个照片过来，现在可以看到他给我发过来的视频啊，这个视频里头它就是这么大个圆盘，跟咱现在所看到这个边缘处它是一样的，所以说咱就直接 OK 确定就是他的问题。我刚才加车主微信了，现在咱给他打个微信。喂呀，那个现在基本上就是确定100%是这个压力轴承问题了。现在目前听着是左边，只有左边，但是右边，你要是仔细去摸的话，稍微有一点。建议啊，我建议，因为左边你要换的话，我建议你是直接换一对儿，你换一边也可以。那一起换得多少钱嗯，呢？一对儿的话下来就是个400块钱，一对儿这个压力轴承。行，可以便宜点吗？我也别的家也没去，我只有来咱家。你这样吧，我一对儿给你350，好吧？然后那个保养就是你自己拿的机油保养、机油机滤、空滤，我这都给你免费给你做了，好吧？行，可以。那我啥时候能来拿车？我看一下，现在7点半，9点半左右吧，给我2小时时间。行，可以。那咱弄吧。OK， 好嘞，完事之后我给你发微信啊，如果说早点完了。行。好，好。干吧，拆。我找到它这个为什么左边坏的原因了，估计是右边不用换。咱们看一下，现在是今天也没打下雨啊，看一下啥情况。看一下啊，它这个顶胶这里有水，它肯定会加速轴承的那个损坏啊，因为这个压力轴承那一块儿。它没有太好的密封，它不像别的轴承，你像轮子上的轴承它都有密封的，像这个的话就没有，你看水汪汪的啊，所以说这块湿的就可以加速它那个压力轴承的老化和损坏啊。看一下这边，这边就是个干巴巴的，瞅了吧？但是水从哪儿来的呢？哎呦，这又是个问题。看一下，我靠，这里边这是啥东西？是啥？跟他妈个窝似的，跟鸟窝似的。这里边怎么会有这玩意儿？这是啥窝？拿个东西。看了吧，这里边就是个窝，咱别瞎摸，找个东西给它掏出来。还有这个，看了吧，还有棉花套子什么的，这是啥呀？窝的还挺好，我靠，这没发现有啥东西啊里头。这里边其实它两边你看了吧，左右都有排水的，就那个黑洞洞和这边这个黑洞洞，它都排水挺通畅的，也没有其他乱七八糟东西，只有在中间发现了这一坨鸟窝似的根，但是也没发现啥生物啊。干燥的很这个鸟窝，然后谁知道啥窝啊？现在如果是怀疑它进水，除非说那儿堵了才会进水的，但是它没堵，
这里会积攒着水，就不明白了啊。现在就拆掉，先换掉，然后把所有的挡板装好之后，再考虑一下它这个问题。看一下这个水泡的，都把这个头、螺丝跟这个铁碗给腐蚀锈球了。周成没？哎，3拉，嘿嘿，反正要换。看到吧，里头就是这种细小的珠子啊，有水。现在就可以看到有水啊，有少量的水。就是靠这样子擦摩擦啊，所以轴承不好了，它会更更响。就是旧的这么一套，这样子压着摩擦，里头全是小珠子。新的往上一装就 OK。喂，那个你这个压力轴承的话，它是。刚才我不是跟你说的换一对吗？但是我拆开以后，它只有左边坏了，而且左边它为什么是左边坏了呢？因为我现在基本上就可以确定100%只有左边，右边是没问题的，因为它左边完全泡在水里边了，应该是这个就是雨刷的那个导流板流进去的水。我待会儿的话给你看一下吧，应该就是它。所以说现在的话就只把左边换完，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啊。然后右边就不用更换了，好吧？行。嗯。行，只要问题弄好就行，都可以啊。好嘞。然后你弄完，你给我发个微信吧，多少钱？你发微信说一下，然后我让我媳妇儿去开车，行吧？行，那你就不过来了哈。好嘞。行，那我知道了。好，拜拜。妈的，煮熟的鸭子飞了，关键是没工夫了。我现在给它装完，然后估计也得9点半左右了。然后那边客户打电话，还得让去救援，所以说现在还得赶紧过去一趟。这边我那徒弟还弄着其他的车，所以说时间上安排不开了。那边应该是没问题，对不对？到时候有问题再换呗。你要往哪边走啊，嫂子？你往那边？我也不知道他往哪边走。你要停哪块儿？现在？可以，反正你明天他走的也早呗。你都停到那边。可以。好嘞，那我就停那儿。我给大家简单说一下这个压力轴承的作用啊，它会影响到什么？影响到方向盘的这个重力，就是你感觉，如果说感觉方向盘比较沉了，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过坎有声音、矿亮，都会导致方向盘沉。它为什么说会影响方向盘呢？它支着整个车前边，你打方向的时候，如果轴承是好的，你打方向它会是一个非常轻盈的状态。如果轴承磨损的不太好，你打的时候有可能会发涩发沉。你就像这个人在这儿站着，你要想转动它，对吧？虽说你也是有助力的，因为你比方说你去转动这个人的时候，他是死的，对吧？你是有助力的，因为你相当于一个助力泵，你也是有劲的。你虽说能转动，但是给他脚底下放个轴承，好转的还是直接升转好转的，对吧？道理就是这样。你要是放个轴承，啪一拨楞好几圈的，对吧？你要是没有轴承，生磨它也可以，但是费劲呐。